你们有听到吗？那是糯米在向你告白的声音，是栗子、虫草、牛肝菌在说吃我吃我吃我吧，是素食养生野米粽在说今年端午节请给我一次机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德布西。去年制作的素粽影片最近得到很多人的按赞跟分享，感谢大家。今年的端午节呢，我们素粽子要升级再升级。今天要为您制作一款素食养生野米粽，野米。废话不多。经过油炸这个手续，同样能够逼出香味的另外一个食材就是香菇。是 superfood 超级食物，因为它含的微量元素比白米还要多。一样清洗过后浸泡4到6个小时。我们来看看浸泡在水里1个晚上的粽叶。粽叶的工作还没完哦，接下来我们要清理它。你可以拿一个抹布或者菜瓜布，轻轻的正反两面都把它刷过一次。然后为了包制的时候能够方便一点跟顺利一点，我们把前面那个蒂头比较坚硬的部分把它剪掉。马不停蹄的，接下来我们要制作跟米混拌在一起的调味酱汁。
哦，这边我要先处理一个东西，那就是猴头菇。炒锅里加入1大匙的油，跟它一起拌炒的这个叫做素油葱，一样在什么皮也可以找得到。耶，网购万岁！要加入猴头菇跟素油葱一起拌炒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不想要昨天卤的那些内馅都是统一的味道，我觉得要给猴头菇一个主角的戏份。拌炒完猴头菇之后，锅内我们加入昨天的卤汁150cc， 然后让它煮滚。锅里可以加入的就是已经浸泡了6小时的长糯米跟野米，全程开小火，轻轻的翻炒，直到酱汁慢慢的收干就可以了。好，继续翻炒，我们确认一下 ，OK， 收干了，熄火。啊，秘密武器！犀利都是虫草，属于真菌类的虫草，不只具有食疗的功效，而且还能够替粽子带来增色的效果。什么？还有第2个秘密武器？对，就是它，牛肝菌，也是属于真菌的牛肝菌，跟虫草一样，都不要过度清洗，只要稍微泡一下水就可以了。你看看，这么丰富的食材进入到我们素食养生粽的行列里面，光看素不素就很想吃啊！莫等待，我们马上动手来包粽子。在清洗粽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粽叶有一面是粗糙的，有一面则是光滑平整的。我们要用2片叶子的光滑的那一面呢，去接触食材的部分。像这样子2片叶子叠合起来，大片的在下面，比较小片的在上面，然后卷成一个甜筒状。我现在示范的第1种是2片叶子尖端的部分都朝外，像这样子。我去年那支影片还有我自己比较习惯的包法是像这样子的。2种方法大家都可以试试看。接着我们先填入1汤匙的糯米，还有馅料猴头菇、花生、白果、栗子、香菇、牛肝菌，还有漂亮的虫草。最后在上面铺上1层糯米。最后的重点当然就是如何包出一个三角粽。大家注意，这个多出来的叶片盖下来的地方呢，我左手的拇指把它按压住，这是一边。另外一个侧边呢，我用食指把它按压住，那这边就会形成三角粽的2个角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2个角。第3个角，我们要把这个多余出来的叶片呢，把它顺一下。好，我握的那个地方是第3个角，然后我们把多余的叶片把它向右或者向左折过去，第3个角就出现了，所以三角粽的3角完成。比较难的部分结束了，再来就是绑粽子，你可以绑2圈、3圈，然后打一个平结，再打一个活结。请忽略疫情待在家里，我有点不修边幅。好，20颗粽子完成，来煮粽子喽！准备1大锅的水，水滚之后把粽子放进去。啊，我要换更大的锅子啦！这边很重要的是，如果你发现水不够的话，要补的是热水，不是冷水哦。接着在水里面倒入一些食用油，它可以避免粽叶跟米饭的粘黏。我们全程要煮1个小时。好了，我终于有空来照顾一下被我冷落的猫，我的小苏西。1个小时这么快就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厨房，粽子要出锅喽。哇，这2天的努力就是在等这一刻。粽子稍微放凉之后，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来试吃1颗。哇，你们看，好丰盛啊！带有韧性的 QQ 的加拿大野米，给了外围的米饭主体一种特别清新而且非常有嚼劲的口感。这个吸满了汤汁的栗子绝对令人惊艳，一口咬下，你马上就想要唱 Jingle Bell Jingle Bell， 就有一种很温暖合家欢的感觉。坐正在正中间的猴头菇非常的扎实，而虫草呢则带有一种药膳的气味。
这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素食养生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欢迎大家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家庭主妇练习曲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